故事告诉我们，在大都市里面喝咖啡，真的是要在人多的地方。电影就好。对啊，是警察啊。欢迎来到海队，我是喜娜，我是台湾妞。今天由我来主讲社会事件，发生在2006年7月凌晨3点的时候呢，有一个司机，他就带着一个女生来到了警局报案。这个女生看起来身上有伤势，意识有点不太清楚。然后那个司机就抓着警察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女生倒在地上攀爬。然后司机还说，一开始有人看到鬼，非常昏暗的凌晨，愣了一下，他就赶快下车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发现这个女生呢，嘴巴跟手都是被胶带捆起来，所以她是整个用身体在攀爬的状况。但司机没有搞丢一，还真的是很幸运。对对对，他就赶快把她带上车，然后送她到警局。这女生就说呢，她被绑架了，被性侵很多次，之后就被丢在路边。当下只觉得她要赶快逃嘛，就看到远方有亮光，她就朝着亮光的地方前进，刚好碰到那个计程车司机的车，这样子。当初负责的警察呢是一位白刑警，他就开始问详细的过程。这个女生呢，她是在网络上认识男生的。2006年那个时间很流行约会打工的方式，你当我一日的玩伴的这样子的方式去认识新的对象。正式见面之前呢，也通过很多次的话聊了一阵子，他就觉得这个男生很不错，所以才决定要跟这个男生见面。见面的时候，他就开了一台白色的车来，就是一路上也说说笑笑的。这个男生就提议说，那我们去阳平首尔近郊的一个兜风的景点。那女生也答应了。到了阳平之后呢，这个男生整个态度就转变，他就拿出浴场的刀子，你现在乖乖听我的话，把你身上的钱跟信用卡还有你的信用卡密码全部告诉我，我有杀过3个人哦，然后我还把他们3个人都埋起来了，用这样的言语威胁他。故事告诉我们，第一次跟陌生人约会，在大都市里面喝咖啡，真的是要在人多的地方。电影就好。对啊，不要夜游啊，真的不要，你们就是要找大众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他想讲的那个阳平，台湾的话就是第一天玩的朋友说，来我们去白沙湾。对，有一点的感觉，对，有点这样的感觉。然后还是不停的殴打这个女生，手脚都绑起来，对她性侵害。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女生丢到后车厢。这个女生说她完全不知道外面是什么状况，她只知道车子有在移动。突然她听到车子停下来的声音，那个男生又把后车厢打开，对她拳打脚踢，然后又对她性侵害了一次，再把她丢回后车厢，然后呢又开。因为那个女生她其实到后面已经有一点半梦半醒，已经混乱了啦。对，所以她是跟警察说，最后有听到后车厢有打开声音，然后他就爬，才碰到那个司机。所以这个 part 他有点模糊，查不到当时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可能那个状态已经混乱啊，血糖也过低什么的。所以呢，警方就要开始调查跟他约会这个男子到底是谁嘛。那因为这个女生她有直接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所以一定是有很清楚看到她的脸嘛。警方有问他说，那她的特征是什么？问题点就在于她被殴打，然后又被性侵这么多次，心理遭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已经忘记那个男生到底长什么样子，只记得说他头发微卷，穿着一个条纹的 T 恤，身上有纹身，然后白色的轿车，还记得车上有一个芳香剂，形状是一个小小的模型车。他只记得这几个，他有跟这个男子有通过电话，调查之后呢，就发现都是用公众电话去打的，所以也查不到行动电话号码。也是啦，2006年，所以警方调查说，他们2个当初约会的见面点，开车到阳平这一段车程一定会有监视器吧？对，警方就查到他们开到阳平之后呢，回程的路上开到永登浦，用这个女生的信用卡，他去领了200万的现金。可惜的是呢，这个监视器没有拍到犯人的脸，就戴帽子什么的。对，但是有拍到他的车牌号码。终于有一个线索是有用的，没错，找到一个人，但是那个车牌号码的车主呢是警察。还是办案的这个白刑警的同事，他的后辈，他打电话去问他，我们查到的车牌号码是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那时候当下人在哪里？他怎么可以先泄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以警方立场，他可能是想要先看他的反应吗？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的证据啊，他们就只知道车牌号码。那后备同事接到电话，听到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到底是哪一个家伙盗用我的车牌号码？我当天根本就不在永登浦，然后他还提出他的不在场证明，就是在上班。但是实际上呢，不是犯人。
那个年代呢，韩国还没有车牌号码的系统，很容易会有车牌号码被盗用的状态。一个车牌号码可能会有很多个主人，不要担心，这个警察不是犯人。我那时候查到中间说，哈，警察是犯人。对啊，对，根据这个被害者的陈述呢，见面之后去阳平的路上呢，有去加油站加油付钱，会不会有一些线索？以警方的推测，这个人如果这么缜密的话，连车牌都是盗用，他应该是付现金而不是信用卡。那他在跟这个女生见面之前，一定有去 ATM 机器领钱。领现金，因为用现金才不会透露出他的行踪。警方就去调查周边附近的 ATM 机器，看看有没有头发微卷，然后穿条纹的男子。结果呢，还真的被警察找到了。银行的 ATM 就有一个30岁出头的男生，他来领了钱，去跟银行调了他的个人资料。他是一个姓崔的男子，30岁，住在永登浦。完全。Left my doubts at home tonight. Me confidence can't come and take a bite. My skin, my hair, they shine so b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it feels so right. Careless, fearless, standing tall. Limitless and powerful.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I'm here to hit the dance floor. Baby, you don't know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feel right. For me to feel like I got my satin dress on, you know it. 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it, iconic. Got my body moving to the beat. 厚厚恰恰已经在台湾、韩国各通路上市喽。详情请看下方资讯栏。他是一个姓崔的男子，30岁，住在永登浦。完全都套进去了。对，警方到达他的住处，发现已经人去楼空，里面是空的，所以就联络房东。确实之前住了一个崔氏的男子，但是他2个月前已经搬家了，不知道他搬去哪边。但韩国搬家不是都要登录吗？因为韩国如果搬家你没有去地政事务所办登记，超过6个月吧，好像会被罚款。他可能还没登记之类的吧，然后也没有找到他的联络电话。警方就再去找银行，查到呢这个崔氏的男子交易记录里面有一间广告公司是每个月都有薪水的员工。对，他就是那个广告公司的员工。警方就找到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去询问公司的同事，他之前确实在这边上班，可是1个月前已经离职了。他说他在江南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是要转职。警方就调查他的同事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状况。他之前有用公司的业务手机，那个业务手机搞不好还有在使用，离职却没有归还手机的意思。对，警方还有问说崔氏他平常是开什么样的车，开了一台白色的轿车。白色轿车有什么特征呢？他车上有一个小小汽车模型的方向镜。就是他了。就是他，非常的铁证。那个年代真的是连要抓人都不好抓。对啊，2006，对啊。其中有一个同事，他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他之前有坐过这个崔的车子去他家，不是在永登浦，他是开车开到了东大门附近。会不会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家？狡兔有3窟。再继续找银行记录，然后就发现呢，每个月都会有缴2次电费。然后这2次电费的住家呢，一个就是永登浦，一个就是东大门，所以它就是有2个住家的意思。于是呢，警方出动去东大门，发现1楼停车场就停了白色轿车，车上也有汽车模型的方向镜。警方就看到轿车上面都会有电话号码告示牌嘛，如果要移车的话，打电话过去，你可不可以出来移车这样子？他就说可我现在在忙，我等一下12点过去下去移车这样子。台湾以前也会有在车子上面放电话号码，为什么现在没有？因为台湾有一阵子流行那个掳车勒索案，就把你的车子扛走、拖吊走，跟你讲说你不汇款多少钱给我的话，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车子了。因为买一台车很贵嘛，只有几万块可以把我车子领回来就会付掉。所以现在大家都不留电话号码。是哦。然后呢，12点到，警察呢也在楼下等他。后来呢，这崔氏男子就看到警方嘛，就还说：“你是要出来移车的人吗？”不是，我是要出来抓你的警察。他准备那台词多久了？这警察？但我觉得警察蛮聪明的。我猜那警察当时没有搜查令直接闯进去，我猜啦，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他是用这个方法要抓的人。警方在抓人的时候呢，当地东大门附近的警察局也派人来了，但是呢，不是要抓这个崔氏男子，而是要抓刑警。
现场很混乱，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是呢，崔男他的女朋友报了案，说有一个人假装是刑警要绑架我男朋友，他在远方看这样。你男朋友强暴人家，少在那对边。他，所以啊，那个女生完全不知情，崔男就带回警察局，立刻也承认他的犯行，就说他掳人、勒索、强暴这样子，这些他都有做。警方就开始搜查崔男的车辆，确实就有发现这个女生的身份证、头发，然后她的内衣还有胶带等等的都发现在这个车子里面。警方还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呢，是他车上有大量伪造的车牌号码。可能准备要打算犯很多案子，而且他的车上还有一本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就是有很多女性的资料。那些资料都是从约会网站里面得到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这次的被害者。顺利逃脱的话，可能又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还好呢，警方去查 memo 里面所有的女生是没有被害者。一开始他有被威胁说他杀了3个人，然后把他埋起来嘛，所以警方有在怀疑说他会不会其实之前有做过其他犯案。追问之下呢，确认说应该是没有，就是吓他的这样子。2006年我们那个年代的交友软体应该是聊天室啦，安安你好，安安住哪之类的，对。而且呢，车子呢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的车子，因为他在广告公司上班，所以他其实很会伪造东西。这台车子好像是他朋友的朋友借他开过一次，然后他就去复制那个车钥匙，然后就把那台车子偷过来。然后那个车真是为非作歹很多。然后这个车牌号码也是他弄得跟别人的车牌号码一模一样。脑袋很好，然后都用在一些对歪脑子。这是歪脑子。最终法院判决呢，特殊强盗、伪造车牌、违法监禁等等罪行，最终是有期徒刑2年6个月。2年6个月，是不是超少？我看到我想2年6个月，他把人家强暴然后打成这样而且罚款70万元。应该后来有修法了啦，2006年的法。但是呢，为什么刚刚讲的这3个罪行都没有强暴罪呢？是因为当时强暴罪就是你有说的是告诉乃论。被害者不想要提告就不会定罪，后来有修法了啦。告诉乃论呢，就是被害者他要提出告诉，法院才会针对加害者去做审判。那如果被害者不愿意提出的话，就会让他付诸流水。但是后来法律有修改，就变成是非告诉乃论，它等于算是一个刑事案件啦。强暴的话，不管被害者有没有意愿要提诉，反正他就是犯了案子，然后就会定罪这样子。只是后来有修法。我们之前在别的案子有提到，韩国强暴的部分转变其实没有很久，判刑非常轻的一个强暴案件，太轻到有股火的感觉。所以他现在应该就是在外面逍遥吧，毕竟2006 2年，他逍遥没关系，他不要再犯类似的案，感觉他就是会有经验值，为非作歹，经验值增加的那种。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社会事件，那我们下次见咯。我是喜娜，我是台湾妞，我们下次见，拜拜。我刚刚那好像可能太大声，要修小声一点。超大声的，是警察啊！我会自己念 b p m b 斑马丝扫把。对，我现在没有办法发丝吃，你不要干扰我看稿好不好？钻石